哟西！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型娱乐节目《走出科学》，我是邓肯摊儿月。之前节目里咱们讲了被称为昭和三大悬案的地银事件以及3亿元事件，今天讲第3起毒可乐事件。时间回到47年前的1977年1月3日深夜11点半，日本东京都港区东海道新干线列车职工食堂，一名勤工俭学的16岁女高中生 X 结束了一天的疲惫工作后，途经品川站附近某个电话亭，在电话亭上看到一瓶未开封的可口可乐，有道是民以食为天，既然是新的，不拿走也浪费了。于是 X 就把可乐拾回了宿舍。回宿舍后呢，洗了个澡。凌晨1点左右 ，X 打开这瓶可乐畅饮，刚喝了几口，发现有怪味道，立刻吐了出来并漱口。刚漱完口 ，X 就晕倒了，陷入昏迷。过了很久，同事才发现，立刻将其送至医院，虽经洗胃抢救，但最终 X 还是去世了。尸检结果显示为氰化钠中毒。就在 X 中毒身亡的同一天上午 ，X 昨晚捡到毒可乐那个电话亭旁，行人发现一名46岁的工人倒在地上，他的身旁同样放着一瓶刚喝过的可口可乐。这工人被送医后死在了医院，死因同样是氰化钠中毒。至此，警方明白有人在这个电话亭上放置了含有剧毒氰化钠的可乐，用这种方式进行无特定对象杀人。警方在随后的走访中还发现附近有一个15岁的少年也捡到了同款毒可乐，幸亏他把可乐放在家里，准备晚上回来喝还没来得及喝呢，被警方及时制止，捡回了一条命。我们知道通常命案最重要的是社会关系调查，比如一个人遇害了查查谁最近和他有仇，就很有可能锁定凶手。而无特定对象杀人案是最难破的，因为凶手也不知道自己想杀谁。无奈之下，东京警方只能动用媒体提醒日本民众，近期在室外捡到无人认领的饮料，千万不要饮用。消息一出，整个日本一时人心惶惶。很快，时间来到1个月后的2月13号，大阪一名39岁的上班族在一个公用电话亭旁捡到了一瓶可乐，拿回公司准备饮用。同事们见状，赶快劝阻他：“你没看新闻吗？东京上个月毒死了2个人就是在路边捡可乐喝。”可这名男子非常不屑、不以为然地说道：“他们东京毒死人，关我们大阪的什么事？大丈夫大丈夫。”大家知道在日本大阪在关西，东京在关东，这2个地方的人通常不太对付，两地的生活习惯也不太一样。比如关西人坐扶梯通常都站右边，关东人站左边。这位男子当着众人的面表示没关系，便将可乐喝下，结果刚喝下几秒，他就昏迷不醒。他比之前那些受害者幸运的是他在办公室里同事们第一时间将他送往医院。经过抢救，这位男子捡回一条命。随后警方在他的可乐中检测出了氢氰酸。接下来发生了非常荒诞的一幕，这位捡回一条命的男子出院回家的第2天，竟然在家中用瓦斯自杀了。自杀的原因是他认为自己喝可乐的这个行为太蠢了，实在无颜面对单位的同事和家人。当然当时坊间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说这名男子不是因为毒可乐事件自杀的，有其他原因。还有阴谋论认为氰化物中毒根本无法抢救，这名男子也许是投毒者之一，为了洗刷自己的嫌疑，故意演了一出苦肉计，后来被灭口等等。但是警方并未查到什么有用的线索和实际的证据。至此可口可乐投毒案从东京蔓延到了大阪，这不得不引起全日本警察和媒体的高度重视，甚至警方无奈之下，在全国各大公共电话亭旁边通过公告提醒市民不要喝电话亭旁边的可乐。实际上大家想想就知道，这种无奈之举对警方来说非常被动。也许投毒者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他就是想引起
全社会的恐慌。而且大家想，投毒者想害人，难道非要在可乐里下毒吗？下毒一定要放在电话亭旁吗？果然，从这一刻开始，毒可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毒巧克力。大阪男子中毒的第二天，1977年2月14日，东京站八重洲地下商场，一名43岁的公司总裁在楼梯上捡到了一个装有40盒格力高牌巧克力的纸袋。这位总裁非常有责任心，联想到近来新闻里的可乐投毒事件，于是他拎着这袋巧克力去报警了。没想到日本警察没当回事儿，一看这些巧克力都没拆封，全是崭新的，于是又给巧克力的厂商给送了回去你们拿回去重新卖吧。你们都知道，平时网购食品饮料都是不退不换的，就是怕有人往食品里做完手脚再退回去。万幸巧克力制造商发现这些巧克力的序列号被做手脚巧妙地撕掉了，于是把巧克力送入实验室化验，果不其然，里面全都被投放了氰化物。这里不得不说万一制造商缺乏警惕性，直接把这些巧克力再流入市场，那后果不堪设想。随后警方又在其中一盒巧克力的里面看见一行文字，是印上去的，翻译过来大概是天诛骄傲又丑陋的日本人。由此可知，投毒者应该是一个反社会人格者。不过可乐投毒和巧克力投毒是不是同一个人或同一伙人干的无法判断。同样2月14日，一名男子在东京神田站厕所里也捡到了一盒巧克力，他在电车上吃掉了它，随后失去知觉，被过路的群众叫救护车送往医院，幸好也抢救捡回了一条命。可惜的是事发1977年，在那个没有监控探头、没有 DNA 技术的年代，这种无特定对象投毒案基本很难侦破。警方曾经在可乐上查到过一个指纹，但是后来经过调查跟这个人无关。以往的未破凶案至少还有个怀疑目标，而这起案件警方甚至连怀疑对象都没有，只能无奈坐等1992年15年的追诉时效到期。此案终止调查，成为了永远无法解开的悬案。这就是同地银事件、3亿元事件并称为日本昭和3大悬案的可口可乐投毒案。从此之后，日本街头自动贩卖机的可乐从玻璃瓶的换成了易拉罐的，因为大家知道易拉罐这个开启之后更加难以复原。然而依旧防不胜防。8年后，1985年，就在人们逐渐淡忘可口可乐投毒案的阴影时，日本各地又发生了百草枯连环投毒事件。有人将剧毒农药百草枯混入饮料中，放在自动贩卖机旁，让过路的人以为自己捡便宜了，前面那个人买完忘拿走了，于是打开饮用。这次一共造成13人死亡。日本社会学家认为，1977年的可乐投毒案后，虽然全社会对饮料包装进行了改进，但1985年时正处在一个过渡期，许多人无法辨别一个饮料是否被开启过，所以才又发生了投毒案。这起百草枯投毒案是8年前可口可乐的凶手所为的吗？还是其他人效仿所为？警方依旧无力侦破。更为可怕的是，这些无特定对象投毒案的无法侦破，让许多心存歹意、反社会人格者学到了报复社会的方法。之后的很多年，日本相继发生了大大小小的许多投毒事件，包括咱们之前讲过的和歌山林真须美案。我能查到的最近的一起，甚至发生在2019年。2019年，秋田县横手市一名30岁男子在自动贩卖机买啤酒，随后他发现啤酒的下面有一个直径1至2毫米的洞，显然是针头所为。液体从洞中流出，并附着着蓝色固体。打开后倒入杯子，发现液体呈蓝色，和普通啤酒大为不同，于是向派出所报警。事后，警方宣布在这瓶啤酒中检测出了百草枯，只是可惜这起案子至今还是未能侦破。也正是这大大小小的投毒案，让全世界的家长都会从小告诉孩子一句话：路边捡到的东西不准吃。
那么为了防止大家说我短啊，接下来再给大家讲一个今日说法上的投毒案件。2014年1月5日，北京一个非常活泼可爱的5岁男童小豪没吃晚饭就准备睡觉了，可没想到刚刚躺下10分钟不到，小豪就嘴唇发紫，浑身难受，从床上蹦了下来。父母立刻将小豪送往医院。到达医院时，孩子生命体征已经丧失了。经过检测，小豪的胃内容物和血液中含有亚硝酸盐。亚硝酸盐是一种含有剧毒的物质，外观和食盐相似，正常人食入0.3至0.5克就会中毒甚至死亡。不久之后，小豪抢救无效中毒身亡了。父亲回忆，小豪当晚没吃晚饭，只喝了1瓶饮料。这瓶饮料啊，家里还剩2瓶，父亲立刻取来化验，果不其然，饮料中含有大量亚硝酸盐。那么这个被投毒的饮料是哪儿来的呢？小豪母亲告诉警方，是附近捡拾废品的李大娘给他的。这个李大娘以捡废品为生，小豪妈妈平时啊，经常找李大娘买一些她拾来的废品，就是李大娘平时捡了一些别人不要的东西，如果看着还可以还能用啊，就是小豪妈妈比较节俭，经常买过来啊自己收着了。事发当天，李大娘拿着这3盒饮料说：“哎，这是别人送我的，你拿去喝吧。”小豪妈妈看李大娘非常热心，非常真诚，就收下拿回家了。警方闻讯立刻去找李大娘，没想到就在事发当天，李大娘也中毒进医院了，她也喝了这些饮料。我不知道有毒，我也知道我也知道你算是拿刀杀了我也不给人家。李大娘脱离危险后向警方交代，自己那天啊是在垃圾桶里捡到的这几瓶饮料。那么她为什么骗小豪妈妈说是别人送的呢？李大娘说啊，我是好心，我要说是捡来的，怕她不要不喝。警方调取了监控录像，发现李大娘并未撒谎，这些饮料啊真的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那么是谁把这些投有亚硝酸盐的饮料扔到垃圾桶里的呢？警方将监控视频向前调转8分钟，发现是一名红衣女子扔进去的。经调查，红衣女子姓周，43岁。红衣女子说，饮料啊是我儿子4个月前买的，我不知道它有毒啊，只是看没人喝放家里占地方，我就顺手给扔了。最后经过调查，是周女士的儿子吴小军投的毒。吴小军19岁，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吴小军交代自己是用家里的注射器投毒的，他抽出饮料和亚硝酸盐混合，然后再注射回去。那么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原来他是为了毒死自己的奶奶。他在网上先后购买了这箱饮料以及工业用亚硝酸盐。据他说，想要奶奶呀1天喝1盒，慢慢死亡。只是奶奶呀喝了1瓶，就又还给了吴小军。奶奶事后回忆啊，当时喝完饮料就上吐下泻好多天，以为自己是食物中毒了。之后奶奶也没有再碰这箱饮料。4个月后，吴小军的妈妈周女士把这箱饮料给扔掉了啊，没想到被李大娘捡去了，送给了小豪妈妈，才最终导致小豪中毒身亡。法庭上，吴小军讲起了自己意图杀害奶奶的原因。吴小军说自家房间太小，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我5个人住在39平的房子里，许多年来啊，他都是和爸妈挤在一张床上的。他杀害奶奶的目的居然是为了家里少个人，居住条件能好一些，令人无比震惊。那么吴小军为什么不杀害爷爷呢？警方和记者又了解到一个重要隐情，原来吴小军的爷爷和原配夫人生完孩子后就去世了，现在这个奶奶呀是爷爷后娶的，等于说这个奶奶呀和这一家子几口啊都没有血缘关系。吴小军小时候不知道这件事儿啊，以为奶奶就是他的亲奶奶，逐渐长大才了解到这个奶奶呀不是亲的。他说从那之后啊，对这个奶奶的感觉就起了变化，生活中也经常发生矛盾，于是才决定投毒将其杀害。可是怎么也没想到，最后啊却害死了无辜的5岁孩童小豪。最后，吴小军因涉嫌投放危险物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今天的故事啊，告诉我们，来源不明的东西啊，一定不要吃喝。同时啊，和前面的毒可乐事件对比，我们也能发现啊，监控探头和各种科技的进步，确实大大改变了我们这个世界。这个节目的最后啊，咱们往前一点，我给大家说说啊，为什么这个来源不明的饮料，哪怕是未开封的，也不要乱喝呢？啊，大家看啊，现在我们这个可乐呀，你看这是封死的，对吧？打开了，打开之后，
再关上，这里就是断的了。大家通过这个可以认定这个饮料被打开过。可是呢，说实在的，我在网上能买到这种魔术道具，这是一个完整的瓶盖。如果有歹人把饮料打开，往里投毒，然后呢，再把这个扣上，这个就又成了一个全新的饮料了，你丝毫分辨不出来。所以说呀，告诉孩子们，来源不明的东西啊，千万不要随便吃喝，反正啊，扔了也就扔了。这期节目啊，本来也想往里加个广告的，什么买饮料、零食、可乐啊，上哪个平台便宜。但是后来一想吧，你这毒可乐，哪个广告商给你投钱？那没事了。谢谢大家，咱们下期见。吨吨吨吨吨，哎，吨吨吨吨吨，哎，吨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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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吨吨吨吨吨，月月最可爱，嘿，月月最可爱，月月最可，月月爸爸爱月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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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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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手，你打死月月，打死月月。